哭什么哭？再敢当众嚎丧，老子把你们全家捆起来填海喂鱼！上个月的皇家贡珠还差300颗缺口，今日规矩照旧，每人必须摸上3颗珍珠，摸不够的不准上岸，直接沉海送死。我的胸口快要炸开了！水神索命了，又是水神命！孙大爷，求您开开恩啊！海生是咱们村里水性最好的后生，连他都扛不住深海寒气，这是龙王爷发怒降罪咱们诸村啊，实在不能再逼众人下海了。老拿鬼神糊弄老子！龙王爷发怒也好，水神索命也罢，老子一概不管。圣上要崖州贡珠，知府大人和前皇上催得紧迫，缺1颗，咱们所有人都得掉脑袋，死了就死了，把他手里的棒掰开取珠，尸体拖去乱葬岗扔了，晦气东西！大禁律法，杀人偿命，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在本官管辖的崖州地界肆意草菅人命？刚穿越上任，开局就是地狱难度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水神索命，是深海快速上浮引发的急性减压病，肺泡破裂，再不施救，5分钟内必死。哼，我当是谁横插一脚，原来是新来的7品小县令，年纪轻轻毛都没长齐，也敢管我们征税司的差事？老子是奉知府和前大皇上的命令催缴皇家岁贡，轮得到你插嘴？沈大人，认清现实吧，这破村子穷得叮当响，百姓除了拿命下海换珠交税，别无选择。少在这儿装清官，充菩萨！滚开！县太爷万万不可，他是被水神缠上的将死之人，身上带邪气，碰不得啊，会沾染灾祸的。真是笑话！京城来的酸儒县令怕是疯了，对着一个将死的泥腿子，又是按压又是俯身，是在招魂还是在亵渎尸体？简直荒唐可笑！天哪！县太爷这是在吸海参的阳气，是妖法，一定是水神的妖法，太吓人了！封建迷信害人不浅，这是科学急救，不是妖法。阎王爷今天休想从我手里带走1条人命！给我醒过来！活了，真的活了！海生活过来了！青天大老爷，你是活菩萨下凡，硬生生把人从水神手里抢回来了呀！怎么可能？这小子居然把死人救活了！不对劲儿，这县令根本不是文酸儒。谁言？你少故弄玄虚，蛊惑人心！就算他活了又如何？贡珠缺口补不上，全县都要担罪。明日他依旧要下海采珠，照样得送死。你敢打我？我是朝廷在编武官，你敢打知府大人的人？打的就是你这吃人血馒头的畜生！竖起耳朵听清楚，从今日起，崖源县废除所有强行潜水采珠的规矩，本官明令禁止，任何人不得逼迫百姓下海送命。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不潜水采珠，你去哪儿凑齐皇家贡珠？难道你能让海里的蚌主动把珍珠吐出来不成？无需你操心，回去告诉你的知府主子，还有黑心皇商，给我3个月。3个月后，本官不仅补齐所有贡珠亏空，还要上交10倍数量的极品珍珠。10倍极品珍珠，你好大的口气！这是你亲口立下的军令状，3个月后交不上来，不用知府动手，我亲自取你项上人头！滚！再敢多嘴，本官也把你脑袋塞进海里喂黄巴！县太爷，您糊涂啊！您救了海生，全村人都感念您的再造之恩，可您不该夸下这般好口啊！3个月10倍极品贡珠，就算把我们全村人的命填进海里也换不来呀！您这是把自己逼上绝路了！这个时代的人只会用命换珠，不懂技术增产。封建权贵靠压榨百姓谋利，但我手握现代技术，我的底气是碾压这个时代的生产力。乡亲们，都起来！本官敢说出口，就一定能办到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用拿命换珠，3个月，
本官不光要让海蚌量产极品珍珠，还要让崖州百姓人人吃饱饭，家家有余钱。扔掉这些破草席，带上工具，随我一起撬开水神的天灵盖，改写朱村的命运。县太爷，按您画的图样打磨，这刀刃做得够薄了。再修，前端要打成柳叶形状，只求锋利，务必能轻松划开蚌肉。老李，主板夹子、木撑子做得如何了？东西都做好了，可小人实在纳闷，这些物件既不能种地，也没法捕鱼，究竟有何用处？大人，您的救命之恩，我永世难忘。可3个月交出10倍极品贡珠，实在是天方夜谭啊！趁现在天色尚早，您快逃走吧，我们全村人替您扛下所有罪责。是啊，大人，帮助多寡，全凭天意和水神做主，凡人哪能强求？您别再固执了。好，我沈燕从无退缩2字。既然你们信奉天意，那今日我便让崖州地界胜过天命。海生，你过来，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看好。今天我便教大家一门本事——人工插合玉珠术。你们一直以为珍珠是水神馈赠，大错特错。珍珠不过是蚌身上长出的结石。结石？那可是境界圣上的珍宝，怎会是这种东西？海中沙粒碎石误入蚌体，它无法排出，便会不断分泌珍珠质，层层包裹，日积月累，就成了珍珠。既然知晓由来，我们何必坐等机缘，主动放入珠盒，就能让它乖乖产珠。大功告成，将这些蚌放回浅海养殖，不出3月，便能结出颗颗圆润饱满的极品珍珠。真是闻所未闻，往蚌里塞石头就能长出珍珠。沈大人莫不是读书读坏了脑子？若此法真能成事，我们钱家早已富甲天下，何苦年年花钱雇人下海拼命采珠？你休要胡言！沈大人本事非凡，他说能成就一定能成。无知蠢货！哼，沈燕，知府大人与我家老爷都盯着你呢。3个月期限一到，交不出贡珠，欺君之罪，你们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记住你今日所言，3个月后，我备好陈醋，免得你吃木盆时被卡住喉咙。你依旧嘴硬，我们走，看你还能得意几时！都别胡思乱想！即日起，崖州诸村成立海水养殖合作社，往后我们不靠拼命，靠手艺赚钱。老村长，你带领10人组建制河组，挑选上好蚌壳，打磨圆润珠糊。老李，带着木匠与劳力组建基建组，上山伐竹搓绳，打造巨型竹筏与养殖挂笼。海生，你挑选30名机灵的年轻人，随我学习开壳插合。你们是技术组。大人，这10万只蚌，真的都能长出珍珠吗？何止是珍珠，这片海域将会成为我们改变现状的起点。听闻那位沈县令整日带着百姓砍竹打铁，搞些旁门左道，当真以为塞块石头就能采到珍珠？哈哈，千真万确。依我看，此人就是疯了。从古至今，哪有不下海便能得珠的道理？无妨。等3月期限一到，他交不出贡珠，我便以欺君之罪将他处斩。到那时，整个崖州采珠业便由你我掌控。那就提前恭祝大人步步高升，你我财源滚滚。大人，村里彻底断粮了，皇上钱世勋下了死令，封锁了方圆100里所有粮商，谁敢卖米给我们朱村，就是和他作对。乡亲们连着3天全靠野菜树皮充饥，再熬下去，不用等知府降罪，全村人都要活活饿死啊！大人，与其活活饿死，
不如拼一把！我带几个兄弟，今夜劫了钱家粮仓，横竖都是死，我们不能让全村老小做饿死鬼！胡闹！劫粮等同谋反，是授人以柄，正好给林知府钱世贤递上斩尽杀绝的借口。我费尽全力救下全村人的性命，不是让你们白白去送命的。区粮食封锁，就想拿捏我？这群古代权贵眼界太短，他们只知囤粮掌权，却不知整片大海就是取之不尽的超级粮仓，是我碾压这个时代的底气。所有人听令，带蜀筐铁锅，全村老少随我前往黑礁石滩。大老爷，这地方我们再熟悉不过了。这些臭石蚌腥味刺骨，海带粗糙难咽，根本没法入口，哪能填饱肚子啊？在现代是天价海鲜滋补珍品，在这大界竟被当成废石秽物，属实浪费。海生，待青兆年全力撬取礁石上的生蚝，妇女们负责剜肉清洗，务必处理干净。孩童收集所有海带，平铺沙滩暴晒晾干。今天，本官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变废为宝。大人，这臭石贝腥味极重，就算煮熟了也难以下窜，根本顶不了粮食啊！谁告诉你我是拿来直接吃的？看好了，这是什么味道？也太鲜了！闻着这香气，我感觉能吃下满满一大锅饭。此物名为蚝油，堪称海中黄金。前世勋想用粮食困死我们，今日我便用这贪图废物换他的粮仓。海生，装罐筑城。老爷，您这断粮之计简直神了！那群猪民野菜都挖光了，再过2日，沈燕那小子必定撑不住，乖乖上门跪地求饶。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敢跟老夫作对，等他跪地求饶之时，我不仅要摘了他的乌纱，取他性命，还要彻底拿捏整个崖州采竹业。老爷快看，沈燕来了！肯定是饿疯了，来磕头求粮啦！沈大人，别来无恙。怎么，石头珍珠还没影，肚子先扛不住了？可惜的很，老夫今日米行不卖官粮。真是笑死人！堂堂县令，跑到顶级酒楼门口煮清水白菜，是讨饭还是丢人现眼？沈大人，您身份尊贵，这般实在折损体面，快随小人入内，烧鹅好酒随便享用。寻常烧鹅，不值一提。今日我便让你见识一下何为天下第一县令。海生，开坛！天哪，这是什么香气？太鲜了！跟这味道一比，我桌上的大鱼大肉简直如同嚼蜡。掌柜的，尝尝。鲜鹿，这绝对是海中鲜鹿！小人长出30年，从未尝过这般极致鲜味。大人，这到底是何物？独家秘制蚝油，清水煮菜淋上一勺，便是山珍海味。今日仅10罐，价高者得。我出10两银子1罐，全部留给醉仙楼。15两，我出15两。20两，1罐20两，我全包了。诸位掌柜，今日本官不收银子，1罐蚝油换30市精米，100斤上等猪肉，谁即刻送粮上车，蚝油归谁。划算！快，所有人即刻回仓搬运米面猪肉。你这是奇技妙巧，投机倒帮！这才只是开始，等我的珍珠成熟出海，你钱家所有产业，我会一一碾碎，让你连1粒沙子都剩不下。回城！青天大老爷，从今往后，我绝命村上下老小性命皆归大人。您只动我们绝不往昔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粮食危机已解，民心彻底归附，第1桶金稳稳到手。林知府钱世汉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晒干的海带，成熟的猪背，还有即将抵达的靠山。真正的棋局才刚刚落子。一路南下，
这石榴一日重过一日，如今连堰口州都腾如刀割。太医院名医束手无策，崖州地界就当真无人能治。下官等穷尽良方，此症乃是顽疾。回大人，倒是有一人自称医术高超，只是有话直说，都快把本官折磨死了，还吞吞吐吐。是新来的七品县令沈燕，此人狂妄至极，当众扬言，大人这不治之症，几碗汤水就能治好。若是无效，甘愿献上项上人头。一派胡言！老夫行医40年都治不好的顽病，一个小小县令也敢口出狂言，分明是招摇撞骗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本官病童戏耍！林知府，即刻点兵，随我亲自前去。今日他若拿不出解药，我便以尚方宝剑斩他欺君之罪。海带不过是海边无人理睬的秽草，又腥又涩，混在一起，好好的肉食就全糟蹋了。先前你们也觉得生蚝是废物，最后不也成了至宝？这锅汤不只是美食，更是能护住我们全村的保命良方。按我说的做即可。大胆沈燕，钦差大人驾临，还不速速下跪！你扬言汤水可治余留绝症，如今大人就在此处，你的仙丹何在？今日治不好大人，便是你的死期。我从未说过炼制仙丹，不过大人的病症，喝一碗热汤便能立刻缓解。哼，荒谬至极！此等顽疾，汤药岂能医治？锅中来路不明，莫不是想谋害钦差？是不是毒物，一试便知。大人颈部肿怀压迫气道，不出半月便会窒息而亡。如今进退皆是险境，难道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？放肆！来人，将这狂徒拿下！住手！好，我便信你一次。若是无效，我亲手斩你！大人，是不是毒性发作？快拿下逆贼！赌什么赌？舒服，太舒服了！脖颈胀痛全消，呼吸也通畅了，这真是神效啊！沈大人，你真是在世神医，这汤里究竟是何等奇物？此物名叫海带，是崖州海边随处可见的海草。秽物海草，这根本不符医理。并非医理无用，而是认知狭隘。内陆百姓远离大海，饮食缺少一种名为碘的物质，才会生出喜疗。海带富含此精华，补足养分，病症自然缓解。这是道理，并非仙术。醍醐灌顶，此理若传遍天下，能救活万千百姓。沈大人功德无量，下官即刻派人大量采收海带，上供朝廷。钦差大人，下官有一事恳请。沈大人但讲无妨，本官无一不允。崖州珍珠、蚝油、海带等海产制法特殊，若是落入贪官奸商手中，只会横征暴揽，贻害一方。恳请大人赐下皇家特许专营权，崖州诸村全权打理，旁人不得插手，违者以谋逆论处。准。此牌如朕亲临，持牌者先斩后奏。崖州海域从今往后由你做主。两位，好戏看完了，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地界。3个月期限已至，10万只茶和母贝，也该到收获的时候了。属于崖州颠覆整个大晋的珍珠风暴来了！沈燕，3月期限已到，本官奉旨前来催岁贡，10倍极品贡珠，速速交出，逾期片刻，便是欺君死罪。林大人阵仗不小，本官手持钦差御赐如朕亲临的金牌，你撕掉大军围困特许属地，是想谋反？哈哈哈哈！金牌压得住你的海产生意，压不住你立下的军令状。你当众扬言3月交出10倍极品贡珠，如今期限已满，交不出珠子，便是欺君罔上、满门抄斩的天大死罪。沈大人，这3个月我日日派人监视海面，你那些竹筏除了长青苔海草，半颗珍珠都没有，往蚌肉塞石头产珠，
这场弥天大谎今日终于要被戳穿了。今日斩了沈燕，名正言顺接管诸村所有工坊，海产产业坐拥无尽财富。沈燕妖言惑众，欺瞒圣上，全军冲锋，不进叛党，查封全村财物，就地正法，一个不留。慢着，谁说本官交不出供珠？海生，起牌，开棒！得令。鬼死挣扎，捞几盆废棒还想蒙混过关，可笑至极。出珠！不可能！怎么会有这么远、这么大的极品珍珠？绝无可能！10倍，这何止10倍，是100倍、1000倍！全是极品龙眼珠，富可敌国。这批宝藏足以权倾朝野。神仙手段，真是神仙手段！石头真的能变珍珠？我一辈子收珠都未曾见过这般珍宝啊！林大人，这就是本官要的岁贡。如今，本官还算欺君罔上吗？有这批珍珠，可买通朝野，登顶权贵。管他律法皇权，今日必须独吞宝藏！你私藏天价贡珠，意图谋逆！本官今日就地正法你这叛臣！所有珍珠尽数充公！全军听令，冲！屠尽全村！谁抢得珍珠，尽数归齐！完了，交不出珍珠，反倒引来杀身之祸。林知府，你当真以为我诸村赚来的银钱，尽数用来挥霍？海生，让这群井底之蛙开开眼界！得令，列阵备战！郡国重器，你竟敢私造闯弩，这是诛九族的死罪！持钦差金牌，掌先斩后奏之权，聚众冲击皇家特许地，等同于谋反。全军听令，放箭！林大人，现在你还敢抢本官的珍珠吗？大人饶命！下官该死，下官猪有蒙心，为民心窍，求大人开恩，留我一条狗命！杀你，脏了本官的手，滚回府城好好等死！你贪谋军饷，瞒报灾情，带兵围攻特许地的罪证，早已送入京城地道圣前。还有你钱世勋，你们倚仗权势垄断一方，欺压百姓的好日子，到头了！小小崖州权贵，不过是开局小怪。这批珍珠入京，必然搅动朝堂风云。大晋的风浪才刚刚开始，造船远洋，拓海疆，属于我的大航海时代来了。钱老板，你我如今落得这般田地，全拜沈燕所赐。那小子手握万金珠财，垄断海产暴利，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独享富贵？本官就算身败名裂，也要拉他垫背！狠心！老夫恨不得活剥了他的皮肉。钦差金牌能护他性命，护不住他的贡珠。他若无法按时将岁贡送入京城，便是板上钉钉的欺君死罪。老夫已散尽半生家财，联合江南8省所有皇商，崖州至京城7条官道，36处驿站，所有车行镖局缴付尽数被我3倍价买断，陆路彻底封禁。我看他堆积如山的珍珠石油如何运出崖州，如何送入京城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！只要贡珠延期，任凭钦差力保，他也难逃灭门重罪。沿途关卡我尽数打点完毕，但凡沈燕人马，一律扣押截留。二人默契相通，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，断死沈燕所有生路。在他们眼中，沈燕有兵有财，却物流珍珠终是顽石，蚝油即将发霉作废。大人，大事不好！我们外出雇车，寻脚夫的人尽数空手而归。钱世勋买到了所有陆路运力，如今崖州地界，哪怕一头拉磨的驴都不肯为我们所用。珍珠蚝油尽数被困村中，再拖下去，共诛于期就是死罪啊！陆路不通，谁告诉你们本官要走陆路？
不走陆路，只能走海路。可我们只有阴海小渔船，平地船毫无抗浪之力。千里缓洋，遇风浪，便是船毁人亡，人诛尽失啊！平底船自然不堪远航。看此处，微型龙骨，如同舰船脊椎，披风斩浪，下压重心。12级台风亦可稳如泰山。还有水密隔舱，柏木搭配水泥隔断，一舱漏水，全船不沉。这才是真正的远海巨舰。大人，此船能载多少货物？长30丈，宽8丈，单船载重5万斤。我已持金牌征调邻省10万方上等柚木、樟木。本官要造的不是1艘，是3只远洋巨舰。老李，小人在。全村壮劳力尽数归你调配，2万两白银拨付到位。采用模块化建造，分体打造，统一拼接。2个月，我要3艘巨舰准时在黑沙滩下水，可能办到。拼尽性命，昼夜不休，必定安期完工。太后寿节将近，天下权贵争相购猪。崖州沈燕早已被困死南京，如今市面唯有我钱家有猪，所有葱货价格翻3倍，少1分不卖。少东家，天塌了！天津卫海港驶来3艘如山巨舰，挂着崖州官旗，无数极品珍珠、珍稀蚝油尽数抵京，现已运至街市。放肆！一派胡言！崖州千里海路，风浪滔天，小小渔船怎可跨海入京？是真的，全是大如龙眼的正源无瑕极品珠，他们在街对面直销，价格直抵我们3成，买猪10颗，还赠天价蚝油。如今全城权贵尽数涌向对面，咱们店里客人跑空了。崖州沈大人直营出货，深海培育，颗颗无瑕，无重伤无加价。今日全场低价倾销，仅需钱家3成市价，买猪赠绝世鲜味蚝油，管够不缺。这般品相，往日1000斤1颗，如今竟按斤售卖，速速给我囤10斤，蚝油也尽数打包，一口入魂，胜过山珍海味。极致恐慌，彻底绝望，自家囤积的高价猎猪瞬间为无人问津的废土，毕生基业毁于一旦。老爷，京城总号彻底完了。龙骨巨舰跨海入京，极品贡猪获圣上盛赞，得皇室嘉奖。钱家高价猎猪彻底定销，钱庄逼债，商号查封，少东家吐舌病危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千里怒海，自古天险，他怎可造舰横渡？我数10万两囤货，一夜竟成废石。田世钦勾结罪官林知府，垄断陆路，阻挠皇室岁贡，欺君罔上。圣上龙颜大怒，林知府已革职下诏狱，即刻查招前府全部家产，充作崖州海防经费，所拿归案，秋后问斩。石头能变珍珠，平底可渡沧海，他不是人，沈燕是魔鬼，大晋的天彻底变了。新手村的阻碍尽数扫清，千家覆灭。京中那些盘踞100年、吸血牟利的权贵世家，该坐不住了。这一批贡猪与远洋巨舰，已然让圣上侧目。蛰伏布局多时，朝堂这盘大棋，该收网了。钱老二，你敢确定一个小小渔村藏着几10万两极品贡猪？大当家，小人以性命担保。沈燕害得我家家破人亡，村中有珍珠蚝油，遍地财富，只求您踏平渔村，活剥沈燕所有财物，全归诸位好汉。哈哈哈！区区7品小官也敢在南疆逞凶！弟兄们，前方就是崖州湾，破村之后3日不封刀，金银女人尽情享用，杀光、抢光、烧光！动作快，一将多听其快，填满木匣，用竹竿倒进气泡。大人，
这到底是何等神物？感应之后，竟比花岗岩还要坚固，金刚凿都凿不动分毫。这不是普通泥巴，名曰硅酸盐水泥。财富若无武力守护，终究就是他人囊中之物。钱家倒台，依附他们的海盗必然来犯。今日便把诸村打造成铜床铁壁。敌袭！大批海盗船，数百艘战船逼近海岸。傅若即刻退入地下避难所。弩箭大队进入战壕，炮兵营进驻5大碉堡，全员备战。钱老二，你逗我玩呢？就这几个泥糊土包，也想挡我5000人马？定是神焰慌不择路，临时拼凑的挡墙，一碰就碎。大当家尽管下令进攻，推上前土火炮，全力轰击，把这些泥包炸鸡粉！大当家没塌，炮弹弹被弹开了。这哪是泥墙？废物！火药没填满，全队继续推进，敌进再轰！一群海上亡命财，也敢踏足此地？今日便让你们见识何为真正的火器威力！进防炮阵地，装填开花燃烧弹，开火！救命！这火身上就杀！妖叔，这是天降妖火，快撤退！啊！神焰是活阎王，我们打不过。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。晚了，海生，点火！大当家死了，我们饶命啊！火神仙饶命，我等再也不敢为恶。依照大晋律法，海盗当尽数斩杀，抛尸未余。但本官给你们第2条路，便入崖州海上劳改工程队，修港口、造巨舰、刨碗洋，勤恳劳作，积攒功绩，便可恢复自由身，堂堂正正做人。2条路，你们选。我等愿服劳役，愿为大人效命。经济、武力、人力根基已稳，接下来该直面朝堂之上的风浪了。这滑轮吊车真是神物，从前10几人抬不动小山筏，如今数千斤巨石轻松起落。强哥，咱们天天卖苦力，何时是个头？不如趁乱抢条船，逃回海上逍遥快活。好，你是活腻歪了，海上刀口舔血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遇上台风连命都保不住。你再看看现在，沈大人定了积分减刑制，我积分全队第1。昨晚大碗红烧肉管够，还有地瓜烧。瞧见没？良民积分卡，攒够1000分就能写脱海盗贱籍，分砖瓦房，娶妻生子，堂堂正的当大晋百姓。我如今已有305分，你敢跑路，我先拿你换积分。南疆官道破败不堪，一路颠簸难行。德福，距崖州县城还有多远？回主子，尚有30里地。奴才斗胆劝您，龙体为重，不该亲赴险地。乾陵知府狱中上奏，称沈燕拥兵自重，私通海盗，崖州早已是恶殍遍野的人间地狱。人间地狱？那10万颗极品贡珠横扫京城的南珠，难道是凭空变出来的？朝堂之上各执一词，一半赞其为奇才，一半骂其为叛臣。朕今日微服而来，要用自己的眼睛辨清此人是神是魔。主子，不对劲儿，快看前方道路！坚硬胜过金石，以此铺路太过浪费。若用来修筑边关城墙，外敌铁骑永难越雷池半步。
要想富，先通路。大晋崖州1号国道，水泥路面，限速狂飙，违者罚款。崖州县令沈艳丽，水泥，好一句要想富先修路。继续前行，哈哈，朕倒要看看他还有多少惊世手臂。奴才眼花了，卷宗明明写着此地尸横遍野，民不聊生，眼前景象竟比京城皇家码头还要繁华100倍。满朝文武全是欺君罔上的骗子。这位壮士，敢问这1碗米饭肉馅需多少文钱？花钱？咱们干活吃饭全免费。沈大人说了，卖力干活，红烧肉、精白米饭管够。数千人顿顿精米肥肉分文不取，这得耗费多少粮食物资？外乡来的吧，少见多怪。咱们大人用蚝油、井盐换来了周边数州的粮食。我们做的是扬大金国威、远渡重洋的大事，吃点肉算什么？扬国威于海外，一个小小苦力，竟有这般眼界。苍龙食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奏折尽是谎言，此地才是我大晋真正的盛世景观。彻查崖州历年卷宗，江南各地官员，这群奸佞蒙蔽盛情，污蔑栋梁，朕定要严惩不贷。保护主子，谨防敌袭。火炮校准完毕，物资装载完毕，大晋崖州第1远洋舰队即刻升发！坚船利炮，富民兴教，筑路建港，此人有扭转乾坤之大才。传朕密旨，调两广全境禁军，封锁崖州府城，严禁任何官员私自出入。北驾，朕要亲自面见这位乱臣贼子。今日起，我大晋的未来便托付于他。沈崖重地，外人不得擅入。大胆奴才敢阻拦圣驾，全部拿下！主子，对方火器诡异，此地凶险，请您速速后撤。好一个崖州县令，朕御驾亲临，你的手下也敢兵刃相向？朕倒想问一问，这大晋江山究竟是姓沈还是姓郑？天子驾到，尔等还不丢卸跪迎？微臣沈燕，不知陛下微服到访，有失远迎。麾下兵卒只遵军令，不失龙颜，还望陛下恕罪。放肆！见天子为何不跪？你这是存心谋逆！你神色镇定，毫无惊惧，莫非你早料到朕会亲自前来？臣以低价诸货搅动京城商路，断了世家皇商利益，弹劾奏折早已堆满御案。朝中重臣各执一词，陛下雄才大略，必然不会偏听偏信。御驾亲临，本就是迟早之事。你修筑齐路，私建军力，打造巨舰，富可敌国，拥兵自重。今日朕若以图谋不轨问罪于你，你可服气？陛下要杀臣，臣甘愿领死。可臣试问，若臣不练兵，3月前便已死于贪官刀下；若臣不聚财，崖州数万百姓早已饿殍遍野。在世人眼中，大晋便是天下。可在臣看来，这不过是沧海一粟。这是何处？天下竟有这般广袤疆土？这是整个世界，大海之外还有钻研火器舰船的域外诸国，他们日日精进。若我大晋固守旧规，闭关自守，100年之内，敌国坚船利炮必将扣关，便是亡国灭种之祸。你造巨舰练水师，并非意图谋反，而是为大晋开拓疆土，抵御外敌。臣要借四海财富反哺大晋万民，让天下百姓皆能衣食无忧，读书明理，这便是臣毕生所求。朕昏庸愚昧，被奸佞蒙蔽双眼。今日这一败，
朕替天下苍生谢先生济世之大恩。陛下万万不可！身为近臣，为国为民，本是分内之事。朕封你为当朝首辅太子太保，再加封镇海王，位列异姓王。随朕回京，国库大军尽归你调度，变法革新，无人敢阻。陛下厚爱，臣心领。但京城金銮殿太小，容不下臣的图纸，也留不住臣的舰队。莫非朝中有人与你为敌？有朕撑腰，无人能伤你分毫。朝堂之上，多臣一人，不过多几道政令。但崖州海港，臣多留一日，便能多造一艘战舰。臣的志向不在朝堂勾心斗角，而在星辰大海。陛下若信臣，便让臣留任崖州。您在京城震慑旧党，臣在南疆帆远航，合力为大晋的万世基业。好，朕应允。即日起，崖州划为皇家特区，你只对朕一人负责。朕给你10年光阴，静候你将大晋龙旗插遍四海。君臣立约，风云际会，腐朽旧时代缓缓落幕，属于大晋，属于沈晏的大航海时代，伴随着巨舰破烂的轰鸣，正式拉开波澜壮阔的序幕。